现在死路已经死透透了，那活路在哪里嘛？你刚刚停在这边就断了。对，活路在哪里？神没有立刻给我答案。好，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要面对的是很长一段期间的修复过程。我们讨论一下有关于受冤屈的事情。其实在教会里面碰到这种人际关系的挣扎，对我而言我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我不是在教会长大，我年纪很大才信主，然后我对于教会的这个政治生态没有心理准备，所以这对我而言是很大的冲击啊！你说如果我碰到弟兄姐妹不成熟，或者是未信主的人不明白神的道理，我觉得我都还有心理预备啊。但是如果是遇到属灵的长辈，他又是教会指派说要成为你的 mentor 怎么讲？导师的人，对，然后居然做出这些无法理解，就是完全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整个人的信心崩坏，就是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信成这样？怎么会侍奉成这样啊？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冲击，这花了很长时间，会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这种苦代，就是你到后面有一些创伤症候群，很长一段时间，我听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教会面试，其他教会面试那个他们也是老牧师要退休那个新的教会老牧师姓倪那个发音很像就是听到是你会吓到就是会颤抖这样子就有影响，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那关于这个部分，我跟我先生有一个蛮深的讨论他就比较有经历过这个教会，他比较有心理准备吧我们要面对的是很长一段期间的修复过程，那神也给我们很长的时间。我那时候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熬了28个月才进入到下一个侍奉的工厂那回过头来我才明白，我们需要这段时间的安静、恢复、休息、疗伤、重建跟神的关系然后这段安静的时间其实很宝贵回头过来我曾经列下了我在这段期间收获的28个祝福，没有想到可以有这么多祝福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很多疑惑我对神有很多的不谅解，然后也很多的怀疑，然后会觉得我听你的话被你领到这儿还被屠杀，那下次你带领我要听不听啊对不对？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不成熟的人都会问为什么我听说是这样我那时候就是不能理解但是的确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有没有保守？是很大的保守。首先他先给我心理准备，对不对？死路一条活路一条就是先有应许绝对有活路那我不会觉得很绝望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当我去道歉，就说愿意接受道歉这个选项，然后他们又拒绝的时候，然后我也就不理解，我就问神。结果那天祷告会，我先生他告诉我他看到什么，他说他看到一个人的脸戴着面具然后那个面具就撕开了，然后整个人半身像就是风吹就碎裂，要被风吹干净这样子。然后就是对我那时候不明白，我就问神说为什么他们不接受我们道歉，我不明白然后那个时候神给我一句话，他说面具撕开了。什么面具？我就想起我读的但以理书嘛，对不对？那金像就是最后都被神就是击碎，然后被风吹了，然后我才明白说原来这都是你的带领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很痛然后那一段期间我在台湾，然后我先生也后来来两个礼拜，然后我们去参加当地的教会，然后那时候
他们的敬拜诗歌就是脚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一边听一边流眼泪，对不对？然后唱到说，我要更多信靠你，我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的时候，很大的难处要接受说，这个是出于神，这么惨烈的事情是出于神，这是神的带领，我还要信靠还要顺服的时候，真的有接受难度，真的有很大的难度。然后对啊，老公你还记得这首歌吗？那时候等了28个月嘛，然后就是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啊，说活路在哪里，主我们的下一步在哪里？结果主他没有立刻给我们所谓的活路，他要我们的是安静休息跟恢复，对不对？觉得就是那个默然不语那个部分，就是神没有让我们离开那个城市，没有立刻让我们离开，就让我们去到另外一间教会，你记得吗？然后那个过程我们有分享嘛，好，神用奇妙的方法把我们带领到另外一个也是同一个宗派的教会去，那时候就满头问号啦，不理解啦，就是然后其他人也傻说，他们还以为我们会羞羞愧愧的走，没有想到找一个教会就安顿在那里。好，别人这讲在话那时候，两边的教会有各种的声音，各种的怀疑啊，你要干嘛啊？你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们被赶走？好，等等等。那个时候要安静，要默然不语，很难啊。很多你想要解释说这个不是这样的，不是他们像他们说的，你很深的冤屈，你想要解释。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先生，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流着眼泪说，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去讨公平啊，我们讨不到什么，讨几块钱回来，对，没有用。我们要让神替我们伸冤，对，上帝不是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吗？对，就让神替我们伸冤，他可以完全替我们伸冤回来，我们自己去讨不了几块钱，那个就是交给神。那时候他这样说，好，我那时候也就相信他，我说好，我们就这多少次就遇到那种别人就是你怎么为什么你想要辩解，但是我就是又忍住又不辩解，好，他们怎么说就交给神。那我慢慢的会发现，其实很多人眼睛也是很明亮的，他们也不是瞎子，对吧？看都知道，只是没有说破而已啊。那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忍耐，就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但大部分心里知道的都没说话。在这个苦难当中，我觉得我们要坚持在那里。好，夫妻还要一方面忍耐的等候神的带领，一方面修补我们的，就是相信说有一条活路，我们只是要等候那时候什么时候来临。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继续去面试啊。那神有恩典，就是说原来他这个自己辞职的情况应该是拿不到 EI 的 ，EI 我们中文怎么说？国家的工作保险。但是神有恩典，他们打电话去问教会，虽然教会说没有啊，他要去他辞职去好进修那两边听一听，他们决定就给我们 EI， 那让我们有6个月的缓冲，这是恩典哈。按照他的情况应该是拿不到，但是神有给他。所以在这个苦难中，我们有熬练过来，然后后来回头才看就知道这28个月的必要。我要讲的，好，我现在讲一个，就是说神怎么样子把这个事情化为祝福，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考验。我可以说是我们离开卡加利之前的期末考那时候感觉很奇怪，就是你知道会有期末考，但是你不知道期末考会怎么来，对不对？然后真的期末考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通过吗？我不知道哈。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好像有期末考，那时候我们待在另外一个教会反正有和睦的机会，我都会说 yes 有一次我们就在一起去参加一个全城市的特会，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那个先前教会的会友，是被老牧者安排来控告我的人其实事情也不是很复杂，他来我家包水饺，然后回去的时候反正意思就是抱怨说那个没有让小孩子吃饱，他带了一个他的孩子来，孩子饿的哟，怎么就这样要控告我哈。那我就知道我要离开那个城市了。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我知道你是愿意和好的，你是愿意我们做和平之子的哈。因为那时候人很多嘛，我说
我愿意在我离开之前，我在这一片都没有遗憾。好，如果你要我们，请你自己安排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面对面把这事情谈开，彼此都不用疙瘩这样子。好，神真的是听祷告，这完全合他的心意，你知道吗？啊，有一次我去上厕所，哎呀，人太多，我专门去一个比较偏远的、比较没有人的地方上厕所，在这个聚会的中间了。我一走进那个厕所，那个姐妹就从一个厕所间走出来，哇！这么刚好，对不对？啊，走不了，我就跟姐妹说，我跟你谈一谈好不好？好，然后就拉到旁边去，我就跟她说，我要向你道歉哈。我不知道你来我家包一个水饺，包出这么多问题。我如果事先知道，你能够先让我知道的话，我可以先跟你道歉哈。如果让你的儿子没吃饱的话，没有这个机会哈，就变得被打包去变成控告的材料了，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哈。我只能说我为我做不好的部分向他道歉哈，盼望以后能够先有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情况。我不是说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结果那姐妹就哭哦，她就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被拉去是为了控告你们，还好我儿子生病，我那天没去。好，她就说了很多的祝福的话，然后她就一直哭，然后就说你们一定会很好的，神一定会大大祝福你们，然后就一直哭，然后我也一直哭，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你知道吗？我就在那边一直哭，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明白，就是神真的也透过这个机会放下他心里面的一个重担，他心里我想怀着那个愧疚很久了，他又不知道要怎么办，对吧？好，我们都已经离开那个教会，然后他也不愿意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就透过机会释放了他。然后他就释放以后，他重担起来，眼睛就脸着人都亮起来了。这样我就很感谢神，就是我们真的是当去和好的时候，要把握机会和好，这是我们的责任。真的，我也愿意，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任何遗憾，这是神的恩典。对。去。